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今天是2月8号，我会给大家分享我对这3只股票阿里巴巴、药明生物和 NVIDIA 最新发生的一些新闻的我的个人的看法啊。如果你对这3只股票的投资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着，因为呢，我也会分享一些对投资的一些概念和心得，让你在其他的投资方面也有所得益啊。今天第一个给大家讲的是药明生物啊。药明生物呢，今天在香港啊跌了30%哦，而且到后来还停牌了。哇，好多的网友啊，好多我的学生啊都来问我，哇，发生什么事情啊？停牌需要恐惧吗？恐慌吗？一下子好多人来疑问啊。那药明生物呢，在2月7号呢就发了一个盈利的喜讯，他们估计呢，在2021年这整年的业绩到最后做完之后呢，他们的实现的盈利利润会增长105%啊，而归母公司的股东的利益呢也会增长98%以上啊。当然，我们有追踪药明生物的业绩的话，它在上半年的业绩也是非常非常亮丽的啊。那它整年来说呢，也是延续了它上半年的亮丽的业绩，所以也是非常好的啊。特别要记得一点，就是它上半年的业绩报告公布了之后，它的股价是到过115块多，今天才只有60块啊，曾经跌到过50多块，对吧？所以呢，这个好的业绩相对低的股价来说，真的是超值啊，很吸引我啊。那好了。其实我们有深入研究的话，就发现它这个经营模式会有利它持续的高速度的去增长，在可见的未来呢，它的盈利也会继续的增长啊。所以这只股票不便宜，它的 price to book 它的 PEG 它的PE 啦都是很高，但是它的业绩增长是非常的漂亮啊。好了，到了1天之后的今天早上，突然之间，药明生物股价一开始跌了20%多，一直在跌下去，一直在跌下去。为什么呢？一看美国商务部把33家中国企业加入黑名单，哇，是不是好恐惧啊？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人第一个反应看到坏的消息就是恐慌，第二个就是哇，要止损了，要 cut loss 要卖掉了，对吧？所谓的黑名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名单到底是怎么黑法啊？他们其实呢，我们深入的调研的话其实它叫未核实清单。UVL Unverified List OK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商务部给他们的美国公司出口的时候有一个名单，就是说在这些名单以外的你要出口，你要卖东西的话，你签个合约把那个货发出去就可以了。在这里面呢，我们没有核实这个公司靠不靠谱有没有对美国有危险的公司在里面对吧？你卖出去之前呢，要额外的来做一点文件做一点审批工作，不是说一刀切不能卖，也不是说美国人不能做你的生意等等那这个名单其实我们一看所以我第一个反应一看no big deal， 是不是大家想象一下说的简单一点假设我是开餐馆的开餐馆里面呢，其中一个器材要买要问美国人买，现在我列入了名单之后，以后就不能问美国人买了那 so what no big deal， 是不是第一个，这个器材我开店了，已经开好了未必要再买这个器材。第二个，不买美国货也可以买其他国家的货，也可以自己买国产的中国内地的货，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它的股价，它的市值是1天之内蒸发了30%如果你有做过药明生物的深入调研的话，它有好多好多的产业，好多好多的客户，很多很多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有个 pipeline， 有个做业绩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增长，对吧？这些都是它股票的价值所在。1天之内蒸发了30%，就是因为入了这样的一个不可以买东西的名单，很明显是跌过头了所以呢，我1天早上起来一看，哇，这个名单没有什么，我就开始买了然后呢，到了10点钟的时候，大和一个投资银行呢出了报告
散布这个恐惧了哇，那散户是更加恐慌了。他说，药明生物上半年超过49%的这个收入来自北美遭美国制裁可能会影响难以控制哇，这时候你怕不怕，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10点钟的时候，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这个股价继续再跌下来 ，free fall 直接跌下来，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看过刚才给大家解释过的东西了，我知道 no big deal， 但是这个银行居然可以不做深入的，我刚才有做过的那个调研他们都没有做过，就开始打报告，发出了一个恐慌的警告那好了，所以它的股票最多的时候是跌了超过30%那药明生物这个管理层呢也是非常的负责任，他们马上上午的9点多呢已经开了个公布后来也是继续的不断的有这个公布有 information 强劲的 information 给我们来更新。他说了管理类的产品呢，有一个叫生物反应器的框架控制器和一个过滤器这些器材啦，我们不是搞这个行业，就假设是一些器材，是他在开设厂的时候需要买的一些设备，是在上海和无锡这2个厂呢需要买的设备但是呢，这个厂只是其中一些零件，而且采购的国家呢，欧洲也可以采购所以美国和欧洲以前是一半一半的采购那以后不能买美国的话，欧洲也能买，对吧？过去10年呢本来就是要申请的都批准了，对吧？现在不批准，那以后买的时候不批准，那就不买了，对吧？他也说过了，为什么会进入了这个 UVL 的原因呢？是因为过去2年因为新冠疫情，美国商务部是飞不了去中国的他的无锡的生产基地去跟他们做调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不能核实这个verified 就是不能够核实，对吗？并不是说他违规了，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做错了要罚款了，只是没有机会去 verify 去验证核实所以到现在呢就是以后这些生产的器材的公司要卖给药明生物的话，可能要做一些额外的审批那好了，出了这个 UVL 的清单之后，其实药明生物也说了，明天就会跟商务部去谈判了，也是欢迎美国的商务部随时来做调研，也是跟他们主动的来说了，在你没有来之前，如果有需要买的话，你可不可以也是可以审批的，对吧？我觉得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那个设备晚一点买了，对吧？而且他说呢在未来的3到6个月他不需要从美国买所以根本是没有影响的。6个月之后，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事情也会改变了，对吧？也是说呢，上海现在是没有新的产能规划，所以估计未来的1到2年都没有新的采购的需求所以简单来说没有影响，对吧？那好了，这个公司呢在11点多的时候停牌了好多人好恐慌，哎呀，停牌了怎么办？其实在很多的股票市场里面都有一个叫熔断的机制，比如说中国的 A 股，包括美国也有熔断的机制，也就是说当一个股票跌了某一个百分点之后，因为不想市场恐慌在恐慌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迫的恐惧式的不看任何价钱的抛售去 cut loss 止损对吧？然后如果是很多人在 cut loss 放出来的时候，会触发到股价更加低，触发到更多的人恐慌止损，也会触发到有可能借了钱去买股票的人被人家追钱追 margin斩仓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恐慌式灾难式的崩溃所以呢，在这些股票市场里面，一般来说跌了10%啦，或者跌了20%啦，有个自动的熔断机制，就是circuit break 给大家冷静一下，对吧？那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里面呢，是没有这个熔断机制的所以这一次药明生物也是主动的
跟港交所说了，我来停个牌让大家冷静一下，也给我时间来公布一下、声明一下，大家可以拿多一点 information 来处理一下相信大家有多了消息之后，包括像我这样的人分析了我的看法，给大家做个参考之后，那这样的恐慌恐惧式的抛售可能会减少。也有些人呢看了之后觉得是机会的话，可能是趁着这个机会去捞底，或者去买入一些便宜的一些优质的股票，对吧？所以我觉得明天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复牌如果它是复牌的话，我个人是看好的那我今天呢也在早上它没有停牌之前呢，也连续买了好几次药明生物，所以大家记得把我这个视频分享出去，来一起做个见证万一我错了，那也可以让多点人看到原来七爸爸张老师也会看错的，对吧？那当然了，如果是对的话，那今天我分享的，包括之后我会讲到一些方法，让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握到，一起来赚市场上突发事情的一些给大家把握一些机会那好了，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是每一个商学院，我当年在芝加哥念 MBA 的时候也有念过，叫 Efficient Market Theory 市场有效论。那这个学术里面的理论我们先听听它是什么东西市场有效论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 Eugene Fama， 我还真的上过他的课他说的他说呢，市场里面所有的信息一出来，马上就会被所有的人去消化，消化了之后采取有关的行动，如果是好的就买了，如果是不好的就抛售了，使到所有的 information 资讯能拿到的都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了。也就是说不用着急了，不用去买了，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已经没有机会了那这个 Efficient Market Theory 呢，还有3个版本，有一个 weak form 弱的有个是半强的 semi strong， 有个是强的 strong 那弱的就是说所有的历史的信息你能找到的Google 到的，看新闻看到的，所有已经发布出来的历史的信息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了所以年报也不用看了，因为已经是历史的这个资讯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弱的是有效的话，我们什么研究都不用做了，对吧？那半强势的就 semi strong 的是什么呢？是所有公开的，包括一发生一公布的新闻也马上会在股价里面反映出来了大家看到今天早上一有新闻，这股价马上就改变了，波动了所以呢，如果是半强势的有效论的说你看到新闻了也不用去抢了，也已经马上在股票市场里面反映了，对吧？那最强的就是说，连内幕消息，所有的信息内幕消息也不用想了，也已经在股票市场里面反映在它的股价里面了那这个 Efficient Market Theory 到底成不成立呢？是不是真的呢？对吧？我个人通过我28年的实战的经验，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投资者可以做的比大市普通的回报要好的，证明了这个市场有效论不是永远是对的很多时候会失效的。比如说今天早上对药明生物的这个信息一出来，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解读，每一个人的判断会不一样。我的判断跟那个大和投资银行的判断完全是对立的，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个投资银行觉得这个是灾难性是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有了不一样的解读判断导致我们有不一样的行为的话，那这个市场不会是单一的好就买了，不好就放了所以这个股价马上就反映了这个消息出来的影响了我觉得这个有效论在今天早上就能够看到是失效了那好了，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对吧？市场有效论长期来说，大多数的时候来说还是有效的。那也就是说，在昨天没有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昨天药明生物的股价跟它的估值，这个公司的价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吧？那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消息一出来，它的股价跌了30%。如果这个消息到最后是 no big deal，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话，我们有个参考，就是说昨天的股价比今天要高30%的这个股价是一个benchmark。那明天如果这个复牌了之后，这个股价可能会朝着那个方向回去。会不会超过那个方向？会不会低于那个方向？有可能，对吧？但是应该是离昨天收市的时候不太远因为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在这1-2天之内没有太多其他的消息。那所以第3点呢，这个市场有效论也是告诉大家，市场不会永远失效的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会像我刚才的判断一样，原来这个消息没有太不好。那这个股价也会回去，所以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机会出现，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股价又会慢慢的反映了它的价值所以中间有一个 window of opportunities， 有一个机会的时窗，大家就要好好的把握。所以呢，这幅图大家看到了，药明生物在62块2毛5的时候停牌了。我是在它停牌之前买过4次大家可以把今天这幅图 cap 图，或者是把今天这个视频分享到你自己的社交媒体做个记录以后也可以看看788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好了，说完了药明生物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最近这2天呢，股价都是跌了不少，美股也好，港股也好，都是跌了不少。那背后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看其他的电子商务公司，京东也好东南亚的 C 也好，还是涨了不少但是阿里巴巴呢是连续跌了2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交了一份文件，里面呢说已经注册了10亿股美国的 ADR 美国存托的股票。OK， 那好了，这样就引起市场的恐慌了。他是不是要issue new shares 发行新股啦？股价这么低还要发行新股，那不是是不是财务出了的问题啦？还是因为他有员工的 stock options 鼓励计划所以需要这么多的股票来给员工啦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他其中一个股东软银 SoftBank 需要抛售大家都知道软银今年呢在不同的投资里面都失利了都需要套现一些资金来赎回他的一些股票啦，或者是用钱了，等钱用了，对吧？那软银需要抛售股票，阿里巴巴是他其中一个很大的股票那软银卖出来相对来说呢，可能短期内对它的股价会有影响，因为 supply and demand突然之间多了这么多的阿里巴巴的股票供应相反呢，买的人一看短期内股价要跌了，不买了，所以这个需求 demand for 阿里巴巴的股票会跌下来，supply阿里巴巴的股票会涨上去，对吧？所以它的股价跌了2天可能会继续跌一段时间那好了，大家马上学会刚才我给大家讲过的市场有效论，来想想如何应用我们今天马上学到的，在阿里巴巴方面能不能赚到一点钱大家想一想，在股票的价格波动会不会影响阿里巴巴的运行就是平时做生意赚钱，对吧？阿里巴巴今天的业务很广，但是哪一个业务会因为软银要抛售股票了受影响其实我觉得是不多甚至是没有，对吧？那它的股价便宜了，作为一个投资，特别是价值投资者的话，会不会那个安全边际出现了，那我们更便宜的买到同样指数的这个股票，对吧？所以有可能呢，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机会我们最后要给大家讲的一个股票就是 NVIDIA。大家如果看回之前我给大家做过的 NVIDIA 的分析的话，我对这个公司的长远的发展是非常乐观的当然，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也提到过，美股在今年会有很大的调整。当时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美股还没有开始调整，结果真的开
始调整了啊。那用我的投资的框架选股5部曲做框架的话第一步其实是看牛熊周期，看整个股市的周期，对吗？那在整体美股的调整的时候，那 NVIDIA 就算它多么好的一个公司，它的股价也一定会受损啊。那好了，又看一看今天这个新闻对 NVIDIA 今天晚上的股价有没有影响啊？我觉得是会有的啊。NVIDIA 收购 ARM 交易宣布失效啊，马上很多的媒体就说了啊，这单交易宣告失败之后呢，软银将获得12.5亿美元的交易破裂分手费。哇，好像呢 NVIDIA 马上就赔钱了软银就会赚到钱了，对吧？12.5亿美元也不少啊那其实对整个 NVIDIA 来说，第一个12.5亿是很小的一个数目，如果今天晚上 NVIDIA 股价因为这个新闻跌的话，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是不是一个机会了第二个，我们也要做多一分的调研的功夫，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12.5亿的款项不是就说给了它就算了，其实是保留了未来20年英伟达 NVIDIA 用 ARM 它的技术它的 IP 的使用的许可的费用 OK， 那也就是说 ARM 它本身最值钱的 IP NVIDIA 在未来的20年都可以用了这笔钱都可以用那既然可以用 ARM 的技术了，那 ARM 的其他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值钱，对吧？不收购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本来要收购它，还要跟这个国家去审批，那个国家去审批，有一大堆的这些行政的费用、律师的费用。现在这个收购取消了反而能够用这个 ARM 的 IP 知识产权了，许可也正用了这12.5亿的美元呢是 well spent， 非常值得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看一看 NVIDIA 的股价会不会被普罗大众认为这个不好的消息而下跌，如果是下跌的话，又有没有机会在里面可以给大家一个投资的机会，好吧？那好了，当然了，股票市场会有上下，买卖会有赚钱，也会有亏损的时候另外呢，也是要投资先求知，学好如何去分析一家公司和做好风险管理，使到你每一次的买卖决定是自己独立的买卖决定人家的想法意见只是做一个参考，好吧？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价值的话，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到一定数目之后，我会做一个公益课回归给大家所以大家越多人订阅，越早到的话，我越早做一个公益课给大家第二个呢，也是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像上次883中海油一样当你第一时间看到了把握了机会的话，那到现在也多了一点收入，对吗？今年 Omicron 还是非常的厉害，大家很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甚至大家的工作啦、生意的收入啦，在未来也可能会有影响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很恐慌的时候、很彷徨的时候，甚至收入不稳定的时候，我的视频可以陪伴着大家，抱着一个乐观的信心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投资上的回报所以呢今天是2月8号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给我点个赞 like， 如果今天有280个 like 的话，那我马上会拍下一个美股分享，那记得分享给多点朋友，让我们快点到达280个 like， 我快一点拍下一个美股的分析给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